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志倩高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国际象棋课堂。这一节我们要来学习无子可动和棋。先来看一下上期的小题目。现在轮到执黑的小朋友走棋，只见这位小朋友走了一步 B5，将，他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并且欢呼：我赢了，我赢了！我把白方的王给将杀了。可是执白棋的小朋友马上反驳说：没有，真正赢棋的是我，因为执白棋的小朋友走了兵，是咕噜兵，正好将杀了黑方的王。另外还有另外一种走法，白方也可以用 A 线的兵来吃过路兵，这样同样黑方的王被将杀了。大家猜对了吗？在这一节课后，家长们和小朋友可以一起分享一块丝丝滑滑的巧克力，奖励一下吧。从这一盘棋当中，我们已经了解到国际象棋的结果有赢棋、输棋，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结果，就是和棋。当然，也就是谁也没赢，谁也没输。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讲的。先来看一个局面，现在轮到黑方走棋，这个棋盘上都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两个兵都被堵住了，这个马也动不了，它一跳开，王就会被吃了，好像只能走王了。可是王走到这儿不行啊，被白方的子儿吃，走到这儿也不行啊，被白方的象吃。那怎么办呢？认输？不，黑方没有输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和棋？什么？和棋？对，你没有听错，现在就是和棋，这叫做无子可动和棋，英文叫 stalemate。这个情况如果在象棋中呢，黑方就输了，但是在国际象棋中，它是一个典型的和棋。我们来看看，在这个局面中有3个特点。第一，它是轮到黑方走棋。第二，黑方的王没有被将着。第三，黑方没有任何可以合理走的招法了。王不能走，兵不能走，马也不能走，所以和棋。那现在如果是轮到白方走棋呢？白方就可以走马 E7，将杀。这一回白方赢了。注意区别哦，将的时候，黑方的王没有地方走了，黑方就输了。再看，如果在这个局面当中我们给黑方呢添一个小兵，现在还是轮到黑方走棋，那还会是无子可动和棋吗？这下不会了，黑方的王、黑方的马，还有这2个兵虽然动不了，而且没有将，但是他这个兵却是可以走的，他只好走兵，那白方就又有机会将杀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个在大多数初学者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个局面。在这里，现在轮到白方走棋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你要是白棋，接下来会怎么走呢？我们可以先按一下暂停键，想一下。怎么样？想出来了吗？当然，方法很多，白方可以走后 H5 将杀，白方可以走后 H2 将杀，也可以走后 H8 将杀，或者车 H8 将杀。可是有些小朋友呢比较贪吃，他走了一个后吃兵，结果呀形成了无子可动和棋。还有的小朋友觉着生变比较好玩，所以呢
走了一步 F8 变后，结果也是无子可动和棋。这一盘棋没赢下来，多可惜！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养成一个习惯，能一步杀，坚决不走两步，也不要故意不将杀对方，非要像猫捉老鼠一样，还斗一斗，折磨一下对手。哎呀，这都不是好习惯啊！无子可动和棋在国际象棋当中是非常被容易忽视掉的。只要我们积极进取，尽快杀王，那小心一点，那就不会形成这种和棋了。我们再来看两个题目，巩固一下我们的无子可动。在这个局面当中，轮到白方走棋，白方走什么可以一步将杀黑方赢棋，而走什么又是无子可动和棋呢？我们按一下暂停键，想一想，想出来了吗？白方走后第8，将杀，白方赢棋了。黑方的王正在被将，他没有地方跑了，跑到这儿不行，跑到这儿不行，这儿也不行，白方赢棋。可是如果白方贪吃，他走了一步后吃兵，这一下无子可动和棋了。看看黑方的王没有被将，他不能走到这儿，不能走这儿，不能走这儿，这儿都不行。但关键的是没有将，所以和棋了。记得哦，不能太贪吃了。见了将杀，应该迅速将杀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个，现在轮到黑方走棋，黑方走了一步王 A8，该白方了。白方走什么是将杀黑方赢棋？又走什么是无子可动和棋呢？我们还是按一下暂停键。好，想出来了吗？白方走车 C8，将杀，白方赢了。可是你如果接着走车 B7，把黑方的王关在角落里，没有将，可是王又的确没有地方可以跑，无子可动和棋。请小朋友们往棋盘上摆黑方的王，黑方的王摆在哪里？是黑方正在被将杀，又是摆在哪里？轮到白方走棋后，可以一步棋将杀黑方的王。还有摆在哪里？轮到黑方走棋，正好是无子可动和棋。这可是3个不同的格啊！都找到了之后，还可以变换王和后的位置，像现在这样再找一次，或者像这样再找一次。下一期会揭晓答案。再见。